还每天放学后不想回家，独自一人到游戏厅打游戏，身旁的不良少年不停地跟他搭讪，可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，根本不想看对方一眼。女孩无视的態度让他想要发火，可身后的男孩却悄悄地保护着他。不良少年被吓得赶忙解释： 집에도 안 가고 매일 오락 싫어서 죽들이니 걱정돼서. 왜 이 걱정을 네가 하냐고. 可女孩此时仍旧是一言不发。紧接着黑衣男孩找到东西让他出去一趟，宣亚似乎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，也起身离开。东西刚一出门望向门外，就被身后黑衣男孩一脚踹倒在地。屋外的男孩也凑上来一起向他猛踹，他捂着脑袋一点都没有还手的意思，完全没有了刚刚保护女孩的气势。宣亚径直走过来，根本不往这边瞥一眼，似乎对这种情况他已经司空见惯。等两个男孩打过瘾走了之后，东西也只是抹一抹嘴角，吐出口中残留的血水，再次若无其事地回到游戏厅里。东西刚刚坐到宣亚旁边，就有一瓶牛奶递到了面前，他也把一根棒棒糖给他递了过去。虽然两个人都不开口说话，却彼此之间传达着相同的默契。随后宣亚又掏出手帕递给东西，他拿起手帕象征性的擦一下嘴巴，又赶紧把它装进口袋珍藏起来。当东西走出游戏厅回家时，屋外天色渐黑，还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东西全然不顾站在门口的宣亚，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径直远去。看到别人都顶着书包冲回了家，大雨也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宣亚也准备捂着头往回跑。这时东西又骑着小摩托折返回来，看着眼前这个看似冷漠的男孩，他心里很清楚东西对他充满了爱人。宣亚坐到后面紧紧地贴着他的后背，还让他冒着雨走那条更远才能到家的路。两个没有父母关爱的孤独少年就这样在大雨中为彼此治愈。宣亚刚一到家，眼前又看到了那一幕，因为爸爸做生意失败，妈妈带走所有财产，将父女二人抛弃，现在只能寄宿在伯父家中。可爸爸还经常在他们家酒后撒野，随时可能将他们父女赶走。东西此时已睡眼朦胧，迷迷糊糊听到屋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本以为是两个继父儿子回来，可打开门一看，出现的竟是宣亚。 아빠가 큰아버지랑 또 싸워. 재워줘. 见四下无人，东西偷偷让他溜了进去，正要回去关门时，碰到了继父的两个儿子刚刚回来，在对东西一顿羞辱之后，骂骂咧咧地跑回了屋里，而这一切也被妈妈全都看在了眼里。自从父亲走后，妈妈嫁到了这里，还要为继父照看瘫痪在床的原配妻子。东西撩起衣服给妈妈看，让她知道今天又遭到了毒打，可妈妈却依旧冷漠地转身离开。回到房间，东西拉起被子，让宣亚换下湿漉漉的衣服，用被子紧紧地为他包裹住身体。宣亚问他是不是因为无力反抗才总是挨打。等两个人都躺下后，东西这才告诉他。 접질하는 우리 엄마 나 조 터진 거 보고 상처받더라고. 宣亚听到后顿时感到内心无比的冰冷，东西以为宣亚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主动从背后将他搂进了怀里。宣亚担心有人会突然闯进来，可东西却说 이 집 사람들 나한테는 아무도 관심 없어. 东西凑近一点，将他搂得更紧，让两个受伤的心灵为彼此升温。东西以为从此两个人关系会更进一步，可没想到赶海时却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。一个男生从小屋里慌忙地系紧腰带逃窜，然而走近一看，小屋里看到的女孩正是宣亚。这长了18颗门牙的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后面坐着的女人，尴尬地询问着女人是否已经结婚，主动告诉她小时候遇到特殊情况，跑到首尔干起了出租车司机。女人看着镜子中的男人微笑说道： 오랜만이야. 两人相视一笑，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，女人依然还记得他。突然的相遇让他们无比开心，这或许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。东西带着宣亚来到练歌房嗨皮，两个人因为重逢变得欢乐无比。之后又来到游戏厅开启了赛车，重新找回一下青春时期的记忆。每一次在大街上散步，东西也会跟他讲一些有趣的段子。他学着周星驰的样子给宣亚表演，每次都把他逗得蹲下来捧腹大笑。路过的醉汉故意说宣亚蹲下来走了光，东西直接上去教训他们三个人。在这个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东西可以奋不顾身地跟对方拼命。宣亚将他带到了家中，桌子上的照片引起了他的好奇。他现在根本顾不上伤口疼不疼，迫切地想知道照片中的男人到底是谁。宣亚轻描淡写地说是之前交过的男友，没有扔掉是因为还有可能复合。东西充满恨意地将他扣在了桌子上，他厚着脸皮想要在这里过夜，却被宣亚拒绝。两个人聊着聊着谈起了对济州的思念，东西则二话不说地拿起电话打给朋友，立刻出门打上出租车，只要宣亚的要求他绝对满足。随即两个人便开着敞篷跑车一路开到了济州岛。在这片寂静的沙滩上，充斥着两人的欢声笑语。东西还让他坐稳，不停地展示漂移技术。这一刻他们全都将烦恼抛到了脑后，一直等到太阳从海面上升起，仍旧在沙滩上踩着浪花嬉戏打闹，像极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东西趁着浪漫时刻主动亲吻了他。突然间宣亚的脸色变得阴沉，从车上拿出手机就要打车回去。东西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对他的态度充满了疑惑。即使东西答应了把他送回去，宣亚也将座位换到了后排。回去的路上气氛变得无比尴尬，东西主动开口打破宁静，既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也都有好感，为什么不能成为恋人？
人。东西气愤地将车停到了路边，质问他是不是因为学历太低又嫌太穷。可轩亚依旧不去解释，直接下了车。一气之下，东西也回到车上扬长而去。没想到坏运气一直跟着他，没走多远车就抛锚坏在了那里。他一肚子怨气下车检查，由于发动机太热又被烫了手。这时轩亚也上了叫来的出租车，自此两个人不欢而散，没再有任何联系。之后东西回到了济州岛，开着小货车做起了五金杂货的生意。可他却是整个岛上脾气最差的男人，只因发现几个邻居大婶没有买他的东西，他便将那些老顾客们也全都赶走，还将捎来的货物全都丢在了地上。即使大婶们不停地向他道歉，他仍旧铁石心肠地驾车离去。很快时间过去了7年，东西像往常一样外出进货。此时刚刚离婚的轩亚回济州岛散心，东西盘算着今天进点什么货物，一抬头便一眼认出了站在角落里的轩亚。想起7年前的不欢而散，依旧让他气愤。他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主动问候，而是跑到休息室躲起来，不想再与这个女人见面。可心中还是泛起了一些波澜。等轩亚的车开走后，他才将车发动离开渡船。可上天总是刻意的给他安排机会，轩亚的车抛锚停在了路边，整条路上唯独他这一辆小货车经过。轩亚站在路边招手请求帮助，可东西却故意大声的鸣笛，将这个伤害过他的女人独自丢在了那里。人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感觉身心疲惫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，可汗水依旧顺着指尖不停地滴落。对于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，没有人能体会到他现在的痛苦。吃饭时看着妻子如此疼爱儿子，老公实在是想不明白妻子为何活成了现在的模样。临去上班时，他转身提醒轩亚， 제발 집에 있으면서 집 좀 치우면 안 돼? 轩亚却冷冰冰地告诉他，明明很干净，为什么还要打扫？老公忍无可忍，打开了房门。轩亚站起来向里面望去，里面乱七八糟的衣服让他无话可说。轩亚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回到餐桌前坐下。这时老公又打开储藏间给他看，里面同样也是一片狼藉，身上的衣服也是一股难闻的酸臭味。临走时，老公再次向他诉说着不满。 언제까지 이렇게 살 건데? 우울증도 고칠 수 있다잖아. 약 먹고 상담도 좀 받고! 老公抱起刚刚被怒吼声吓到的儿子，希望他为了孩子多一点生存下去的意志。丈夫走后，轩亚决定改变一下自己。她走进浴室冲了个凉水澡，随后又认认真真的打理着自己，还涂上了很久没有拿起的口红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。 출근 안 했어? 열이는 왜 안고 있어? 어린이집 안 보냈어? 무슨 출근을 안 해? 퇴근했는데. 轩亚一脸疑惑地走出浴室，发现屋里的光线已经变得昏暗。他又快步地走向了客厅，远处的楼房里已经是灯火通明。轩亚不可置信地打开窗户向外面望去，楼下的车辆川流不息，天空中挂着冰冷的月光。老公知道他肯定又没做饭，独自带着熟睡的儿子去外面吃点。这一刻，轩亚控制不住地流出了泪水。如今的生活状态让他感到无力，他不知该如何从黑暗中走出来。在他的内心世界里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冰冷。然而老公并没有完全将他抛弃，希望能通过儿子让他感受到温暖。毕竟在轩亚的世界里，儿子是他生命中的唯一。轩亚接儿子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儿子正为他唱着刚学的儿歌，轩亚也一脸幸福地做出回应。可此时轩亚的病情突然发作，一下撞向了冲出来的汽车。虽然伤势并不严重，但轩亚的重度抑郁症已不可能单独照顾好孩子，于是老公决定与他办理离婚手续，并提出要求将儿子从他身边带走。他不停地向前来询问的调查员解释，当时出车祸只是因为吃了医院新开的药物，自己对这种药物还没有完全适应。可调查员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，而是将儿子与他生活的视频拿给他看。视频中孩子总是一个人玩耍，玩累了就会在地面上独自睡着，这让轩亚紧张的直搓手。他并没有证据证明有照顾孩子的能力。调查员再次拿出儿子的视频给他看，在孩子看来，与爸爸一起时会感到很开心，两人之间就像是朋友的关系。而当提到对妈妈的感受时，却让轩亚崩溃的大哭起来。他听着与儿子一起唱的那首儿歌，开车一路逃离首尔，来到了济州岛，这是唯一能让他内心平静下来的地方。半路上，轩亚的车坏在了路边，东西刚好进货回来，从这里路过，想起7年前被这个女人捉弄，东西气愤地按着喇叭一脚油门冲了过去，但很快又再次折返回来。面对曾经多次被他伤害过的男人，轩亚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。远处的汽车朝他冲了过来，东西将他一把拉到了路边。看到面前这个依旧冷漠的女人，他检查完汽车后再次转身离开。正在轩亚一筹莫展之时，东西又开着小货车从远处驶来。很快，东西帮他将汽车修好，一路上他刻意放慢了车速，直到看他将车开进了充电站。回到仓库，东西变得心烦意乱，将歪倒的箱子直接扔到了那里，不停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他看都不看一眼开车过来的轩亚，刻意地回避着他。轩亚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，孤独地走在曾经熟悉的海边。晚上，轩亚独自走进了小酒馆，陌生女人的到来让大家产生了好奇。很快，东西也走了进来，一看到轩亚又立刻转身离开。东西再次绕回来，拿出一瓶白酒，坐到了另一张桌子上。看着这个对他充满恨意的男人，轩亚走到他的面前， 편히 마셔. 내가 나갈게. 所有人对眼前的一幕感到诧异，但又没有一人敢上前询问东西。轩亚出门后径直朝海边走去，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儿子的声音。此刻他根本无法停下脚步，莫名的越走越快，一路走向了尽头。
人站在海边被冻了一夜，浑身上下却被汗水完全浸湿，顺着手指间不断的滴落下来。他转头望向身后，想要寻找一点希望，可眼前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。船长立刻调转方向前去营救，同时拉响警报，请求附近船只支援。几个海女也赶紧跳了下去，随着身体在大海中缓缓下落。宣亚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挣扎，脑海里回忆的全都是儿子的画面。 아빠는 열이한테 친구 엄마 그래서 나랑 누구야? 엄마 아빠 刺耳的警笛声引来了附近居民围观，东西也朝这边望了过来。本不想再与宣亚有任何瓜葛，可还是紧张的拿起了电话。 그럼 아빠한테 사람 받았어요. 방 빠져 있는 데서 30대 여자. 他气愤地将音乐调到最大声，发疯一样的抖动着床单，枕头也差点被他摔烂。东西实在想不明白，宣亚究竟遭遇了什么，竟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幸运的是，有经验的海女潜入海底，发现了宣亚的坠落地点，并把他成功救了上来。此时救护车也及时赶到，东西一路上跟随着救护车，心里面早已经揪成了一团。他来到医院为宣亚交上了急诊费，正好遇到了前来调查的警方，问他与宣亚什么关系时，东西却说只是陌生人，替他交急诊费也是出于人情。然而看上去漠不关心的东西，却在警方出来时焦急地询问情况，得知宣亚很快就能出院，东西这才算放下心来。船长过来询问陌生女人的抢救情况，还问起了他和宣亚的关系。东西只说认识，也不想多解释，因为旅馆听说宣亚自寻短见，便把他的行李丢在了外面。船长捡回这些行李，将他交给东西。东西忍不住翻看包里到底装了什么，打开一看，竟是2张宣亚儿子的照片。东西一边揣测，一边向出口张望，直到深夜，宣亚终于从医院走了出来。虽然对宣亚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，但心里依旧担心着他。一番劝说下，宣亚坐上了他的车。听到宣亚着凉咳嗽，还从车厢里拿出毯子给他盖上。之后，东西带着他来到了一家新旅馆，还特意选了窗户加装防护网的房间，叮嘱他不要再有跳楼自杀的想法。宣亚向他解释海边只是不小心失足，可东西却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。临走时还对他一番训斥。 너 얼굴이 그게 뭐니? 어? 대체 어디서 뭐하고 살았길래 너 몰골이 그러냐고? 어? 宣亚望向窗外，伤心地说着自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。后来老公把孩子带走，才来到了这里。不知是因为失落还是愤怒，东西重重地关上了门，离开这里。一路上，东西似乎想通了一些，主动拨打了宣亚多年前的号码。 오빠 아직도 입원호 쓰네? 아직도 입원했어. 나 그냥 해봤어. 죽을 생각만 신경 쓰게 말라고. 虽然不与他见面，但东西仍会时不时发去短信，问他是否还活着，但换来的只是冷冰冰的一个字。这天，东西的小货车陷到了泥里，他来到旅馆换下湿掉的衣服。老板不断地跟他描述宣亚精神不正常，总是凌晨出门，半夜回来。最近已经3天没有再见到他，东西莫名的担心起来，赶紧要来钥匙打开了房门。老板还被吓得不敢往里看，可房间里看起来并没太大变化。东西摸起电话，赶紧打给宣亚，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。他冒着大雨开车去寻找，坠海的地方也依旧没有他的身影。东西沿着小路不断搜寻着每一个角落。这时，宣亚终于给他打回了电话。 어디야? 옛날 아빠랑 살던 집터. 还没等电话挂断，东西就立刻冲到了那里。可当宣亚站在石屋前面时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往事。18年前，东西看到男孩慌忙地从石屋跑出来，走近一看，发现里面的人竟是宣亚。想起这些，他立刻开车掉头离开。当宣亚再次打电话给他时，东西终于忍不住对他咆哮。 대체 왜 그랬어, 새끼야? 너 죽으려면 그냥 어디 딴 데서 조용히 죽어. 왜 하필 제지어가지고 내 앞에서. 야, 내가 부탁한다, 진짜. 나 진심으로 부탁할게. 어? 제발 내 앞에서 그만 좀 깔짝거려, 쌍. 东西始终解不开这个心结，最终还是将车开了回来。宣亚告诉他，小时候做这一切，只是希望通过自暴自弃的方式，让喜欢酗酒的父亲重视自己。当时想找一个男孩毁掉自己，之所以没有找东西那么做，是因为2个人都彼此爱着对方，不想因此而破坏了2个人的关系。听到这些，东西既理解又不理解，他根本搞不懂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世界。当看到宣亚还要每天为此而吃药，东西也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狂躁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东西默默的陪伴，静静的倾听着他的心事，或许这能够帮他抚慰一些心灵的创伤。全职妈妈患上重度抑郁症，老公与她离婚，还带走了心爱的儿子。当把心事告诉默默爱着她的男人时，男人被气得破口大骂。 만나면 대갈통 확 그냥 밟아 조져버리겠다, 이 새끼. 宣亚看东西是放弃情绪这么轻松，也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大海宣泄。随后，宣亚来到与爸爸一起住过的老房，
准备将这里收拾一下，迎接小烈的到来。下周就到了与前夫争夺抚养权的时候，宣亚对打赢官司充满了信心，决定以后在这里带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东西却觉得他这种状态根本没有机会，如果输了官司，他一定会再次伤心欲绝。东西决定这段时间一直陪在宣亚身边。好事的大姐正好从这里经过，听说东西爱上了一个不正常的女人，一直对他好言相劝。 야, 너 여자를 만나자네도 무슨 저런 여자를 만나면 여자를 만나자면 제대로 된 여자를 만나야지. 무슨 물에 빠져 죽으려고 하는 여자를 만. 倔强的东西根本不想听他啰嗦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东西听说小烈非常喜欢小马，二话不说就带宣亚来到了马场。宣亚却为了2天后的官司精神紧绷，在东西的一再要求下，宣亚才答应帮他拍一段视频。看到画面中东西快乐的骑马跳跃，宣亚也受到感染，渐渐变得轻松许多。随后东西也为他拍下与马儿的合影。 활짝 이렇게 在去往首尔的船上，宣亚看着茫茫大海，再次陷入忧郁。东西让他转头望向身后， 나중에도 사는 게 답답하면 뒤를 봐 뒤를 이렇게 등만 돌리면 다른 세상이 있잖아 그저 바다만 바보처럼 再次回到首尔，宣亚对儿子的思念愈加强烈。因为今天是小烈的生日，宣亚给丈夫打去电话，迫切的希望这天能够陪着小烈。一再要求下，丈夫终于答应了她，但前提是晚上8点前必须把小烈送回去。临走时，宣亚想起小烈睡觉时怕黑，答应给他买个小马枕头抱着睡觉。寻遍整个市场，才从一个很高的货架上发现，老板看那么高又压在里面，根本不想去拿，还谎称那只是一个长颈鹿。为了满足宣亚，东西从隔壁店铺借来了梯子，硬是逼着老板卖给了他们。 야 빨리 东西见宣亚接到小烈时开心的样子，也心满意足的离开，让他们单独相处。之后，宣亚带着小烈来到海洋馆，但小烈对那些海洋动物毫无兴趣，唯独对手中的小马爱不释手。这时，宣亚想起在马场拍下的照片，掏出手机给小烈看。 엄마, 널 탔어? 열이랑 타려고 안 탔지. 엄마 최고. 최고야? 能够让心爱的女人高兴，东西也变得性格开朗了许多。晚上主动找到以前在首尔结识的好友，与他们小酌几杯，相谈甚欢。之后，宣亚还带着小烈来到了 KTV， 母子俩愉快地唱着小烈最喜欢的儿歌。可因为太过于投入，完全忘记了送小烈回去的时间。丈夫联系不上宣亚，一直在家门口苦苦等待，直到深夜好不容易等到了他们。可宣亚又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。 열이 내가 오늘 밤만 데려가서 자고 내일 데려다 주면 안 돼? 丈夫怕她独自带着孩子再出现意外，一把夺过了儿子，拉着钟小烈也从睡梦中醒来。 엄마한테 와요. 宣亚激动地拉着小烈不让他走，可因为太过用力把小烈的胳膊弄伤。看到这一幕的东西赶紧上前劝阻，此时丈夫已将小烈放入车中，不让他再多碰一下。眼看宣亚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情绪，东西只好用力抱住宣亚，示意他们赶紧离开。安抚好情绪后，东西将他送回了家。东西让他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等官司结束，要第一时间跟他联系。他指了指窗户外面的酒店，今晚会住在那里，默默守护着他。临走时，东西欲言又止。 아유 그래 내일 일은 내일 생각해라 자 到了楼下，东西仍旧是一步3回头，不停地向窗边的宣亚挥手道别。可当宣亚关上窗户望向屋内时，他的世界再次陷入了黑暗。终于到了决定小烈抚养权的日子，宣亚自信地说着宣判结束，马上将孩子带走，之后让前夫把孩子的物品寄过去。前夫坐下之后，也向他表明了态度，如果自己真的输了官司，绝不会让他带走孩子，还会继续上诉。此时法官走了进来。 抑郁症的女人被前夫夺走了儿子，她不知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。男人看着她，想要让她冷静，结果却无济于事。 이런 거 말고. 眼看这种方式不行，东西又拉着他来到游戏厅，回忆小时候他们一起打游戏的样子，希望他专心投入到游戏中，忘记烦恼。显然这种方法也无济于事。宣亚哭泣着跑了出去，想要独自在街上走一走。东西从后面追上来拉住他， 망가지려고 작정한 사람처럼 왜 이래 一路上东西跟在后面不停地说教，这让宣亚感觉更加的厌烦。 대체 선아야, 너 언제까지 슬퍼할 거냐고, 언제 벗어날 수 있을 거냐고 묻지 마. 宣亚不知道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摆脱抑郁症的困扰。 그럼 내가 보기 싫어? 보기 싫으면 떠나면 돼. 어렸을 때 우리 엄마처럼, 전 남편 태연 씨처럼. 나 좀 냅둬. 宣亚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是因为小时候母亲将他们父女抛弃，从那天起父亲也对她不管不问，只知道没日没夜的酗酒，最后还亲眼看着父亲将车开进海里自杀。本以为长大后能过平静的生活，可又因为抑郁症被老公抢走了孩子，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。东西越发能够理解宣亚的痛楚，但如果像这样每天行尸走肉一般，他的儿子今后也会步他的后尘。 애가 뭘 보고 배워서 지 인생을 재미나게 신나게 살겠냐 听到儿子也会因此而受到伤害，宣亚崩溃地蹲在地上痛哭起来。
애랑 같이 못 사는 것도 배가리 돌게 승질나 죽겠는데 그것도 모자라서 엉망진창 네가 망가지면 네 인생이 너무 역같잖아 이 새끼야.等宣亚心情平静下来以后，东西问他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宣亚说，总觉得身上就像盖了一床湿透的棉被，只要病情一发作，即使灯火通明的地方，眼前也会一片漆黑。东西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状况，劝他以后再这样的话，就告诉自己那些都是错觉，要像念咒语一样的说服自己，如果治疗抑郁症钱不够的话，他愿意拿出钱来帮他去治。 돈 있지? 없으면 나한테 말하고. 돈이 없어 보이냐? 看着东西不停关心他的样子，宣亚也露出了一点笑容。两个人走累了，坐到台阶上，东西将工作时叫卖的录音放给他听。 렌지 망치 도라이바 분홍치마 벙빵이자 两个人从深夜一直聊到了天亮，看着眼前刚刚升起的太阳，他们都憧憬着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。这让东西也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，因为母亲做了别人家的小老婆，继父家的两个儿子没少对他打骂，而他的母亲不但假装看不见，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说过。想起这些不好的回忆，东西不想再提。回到宣亚的家中，东西坐在沙发上，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。他开玩笑地对宣亚说道：“여보, 너 물 좀 갖다 줘. 本以为两个人惺惺相惜，宣亚会跟他一起回济州生活，可没想到宣亚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 선배가 개업하는 인테리어 사무실에서 같이 일하자고 해서. 그럼 다시 제주에 내려갈 이유가 없었는데. 东西突然变得失落起来，于是起身去参观一下房间，看到宣亚的卧室既昏暗又冰冷，他又担心起来，决定为他重新布置一下。两个人忙活了一天，将客厅布置得焕然一新。东西希望没有他陪伴的日子，宣亚的世界能够变得不再黑暗。 마음에 드십니까? 좋다. 临睡前，东西不断地嘱咐宣亚，如果抑郁症再次发作的话，就立刻打电话给他，或者想去济州旅游就去找他。东西不停地交代着如何让他放松，直到说的自己都厌烦了，才转过头去。这一晚是宣亚多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，也只有东西陪伴在身边时才能做到。第二天，东西早早地醒来，望着身边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，他上前为她捋了捋紧皱的眉头。 얼마나 예뻐 프로잖아. 之后，东西便起身穿上了衣服，悄悄地离开了首尔。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